欢迎大家来到中阳光先锋草填词的声音。首先欢迎黄晓明，小明哥。我刚刚偷听了他们彩排的时候唱歌，哎呦，我就别想了，就唱吧。哦，对，好，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杨坤，坤哥回去填词。哎呀，这一季我是第一次哦，我之前来过2次了。哦，对天赐的老朋友了。对，让我们欢迎新朋友哈，光泽、江潮、付辛博，好了，张新特，叮当。 Hello， 大家好。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邀请7组音乐合伙人，通过先声夺人的方式呢，决定各位的出场顺序。本期的推荐金曲呢，将以荣耀唱片的形式登上我们的荣耀墙。天赐的声音第7季采用逐轮对决、胜者狩猎的车轮战模式。前一组演唱结束后，下一组登场发起挑战，由声音鉴赏团现场合议，选出本轮待定金曲。之后每一组登台都将挑战上一轮的待定金曲，直至决出最终的推荐金曲。 天赐健康瑰宝，滋养乐新生，欢迎收看浙江卫视大型历史音乐节目《天赐的声音》第7季。本节目由东阳光鲜虫草独家冠名播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欢，向每位热爱音乐的你问好。大家好。此刻，在我们音乐之旅正式开始之前，邀请我们各位拿起我们身边的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真鲜滋养，请品尝，为你的舞台充满能量。 首先有请第1组音乐合伙人，他们是杨丞琳、王子弘凡，加油！在天赐第7季，每一次的舞台都会让我看见不一样的你。一路这样子看下来，真的是快速成长的。那当然，现在因为是成为了朋友嘛，所以更觉得啊，有一个很好的弟弟。 然后就以至于我觉得我们现在突然又要唱一个深情的歌，很奇怪，哇，很难，真的是太难了这个。爱一个人要学会放下，奢望幸福却也。歌词里的主角他在梦里面的嗓子是烟哑的，可能他有想表达的，但他知道他不能，或者是他想表达，但是他不敢。但无论是哪一种，我觉得可能都会有一点遗憾吧。 那这首歌对于我而言呢，它好像就像人生中我们会经历的很多的一些可能伤痛跟遗憾，就是有些时候，你再能说会道的人，也会有你说不出口的时候。我觉得匿名好友还算偏温暖呢，但今天的真的是再悲伤一点，对我们是考验吧，因为我们越来越熟了，有一丝那种熟人之间要在台上绷不住的那种气味了。 但我觉得好是好在我们很有默契，我们可以成为好朋友，然后我们再一次在舞台上唱起我们想要去表达的这个歌，真的就是很有意义，我觉得。 做了一个梦，风轻轻飘过窗，风吹散了梦。我轻轻抚摸记忆碎片，在忽隐忽现，可那终究是梦。时间总把一个两个人带走，留下孤独。 的我才觉得是原谅。时间它有过失落，幻想是我执着，无法衡量。爱一个人要学会放下，奢望幸福却也要不惜代价。
一场好梦境的奇迹，此景下你去哪？问你却讲不出口来回答。你可知我的牵挂，牵挂，以至于现实里的点点滴滴，自言自语的回答。我记得你还有话，我还有话，在梦里却咽哑。平淡无常，想着大雨滂沱中无人关心的云朵。我想你的世界耀眼阳光，可是不知为何我难过。每当夜晚降落的时候，我总是一人沉默静静地想着。我渴望你也能够再紧紧地拥抱着我。爱一个人要学会放下，奢望幸福却也要不惜代价。一场好梦境的奇迹，此景下你去哪？问你却讲不出口来回答。你可知我的牵挂，牵挂，以至于现实里的点点滴滴，自言自语的回答。我记得你还有话，我还有话，在梦里却咽哑。我记得你还有话，我还有话，在梦里却咽哑。非常好听的一首《梦雅》作为我们这一期的开场曲。《梦雅》这首歌是不是字面上的意思啊？在梦里面有一些交流。我觉得这首歌其实反而是在梦里面，他才能够有勇气讲出他在现实生活中无法说的话。可是他连在梦境当中，他都还是选择了不表达。这是一个很深很深的遗憾。我觉得就是在生活中有很多一些时刻，当下就是可能再回去10000次，你都没有办法张出那个口。那我觉得这首歌它其实所形容的，就是可能比那种情况要更加的深刻，可能100倍、1000倍的这样的一种状态跟情绪的表达。对。好，所以问一下二位，刚才那个舞美啊，看到哇很华丽哦，从天空掉下来，还有那个水母的那个状态，是吻合什么样的一种设计和梦境？我很感谢导演组，那这一次是他们有一个灵感，然后就说有窗框，有水母，那想要怎么去做这个搭配？那其实它是非常的异想天开的，对。但我觉得这整个搭在一起，就会跟这首歌很搭，所以我觉得是很适合《梦雅》这首歌。但是我和黄子的默契的服装选择，我觉得也加了很大的分。哦，真的。我们没有讲好的所有的搭配，但是好搭哈，完全是都有蓝，都有绿，连我们的眼影都有紫色。哎，这真是对，非常夸张，我们太搭了，太搭了。我在我这个角度看，就感觉像看电影一样。黄子的衣服搭配的特别好，白色背景加上蓝色，然后跟陈琳姐这个蓝色呼应，
然后再加上这个歌有一点蓝色的小忧郁，而且你们的声音很匹配，听完之后本来很紧张的我都变得更紧张了。我以为可以稍微比较舒缓，舒缓了很多，舒缓了很多。对，只要有杨丞琳在台上，这个舞台肯定差不了。因为我之前跟他在一起做过节目，他这个人对舞台、对设计、对灯光、对舞美、对服装有很吹毛求疵的要求。只要有他在，黄子，我跟你说，你每个舞台都是最棒的舞台。哎呀，谢谢柯哥。我觉得今天2位在台上，其实他们对于爱的表达都是智者，因为在梦里面其实是可以歇斯底里的去宣泄，但是在梦里面他还是依旧保持这种冷静的思考。我觉得第一个是他们用这种克制的对于爱的唱法，让整个这个歌曲非常的连贯，我非常的喜欢。第二，刚才就说到那个舞美啦，有水母，还有那个窗户，其实就是一个超现实的。你想，这个窗户是一个肯定是在这个有空气的地方，但有水母，就是你完全沉浸在这个梦里的感觉。我刚才看到水母的时候，我还专门去查了一下，水母象征着你感情脆弱和这个边界模糊的这种感觉，但是呢，它水母的时候又充满了一些光，其实就是给了一些美好的希望。所以这个置景和整个这个歌曲真的是融为一起，2位智者合作的太牛了。哇，谢谢亮帅，亮帅，谢谢亮帅。没有人能拒绝程琳和黄子以这样的方式唱歌，尤其在那个副歌的第2遍，黄子唱“你可知我的牵挂牵挂”，你可知我的牵挂牵挂，以至于那2个牵挂直接给我唱 emo 了，语感特别的好，黄子对，特别喜欢这样的方式去演唱。谢谢。然后程琳 solo 的第1句，我的日常平淡无常，我的日常平淡无常，那种平淡无常完全被你唱出来了。我特别喜欢你们2个今天的舞台，我盲猜一下，这也是今晚的金曲候选歌之一。对，你不用猜，你能定。开玩笑。程琳，我特别替你高兴，看了你这么多舞台了，我觉得到这个舞台，你完成了在舞台上作为一个歌手的信心的重建。我们熟悉那个曾经的杨丞琳的舞台的状态、歌唱的状态，全回来了。谢谢老师们见证我的成长，然后也谢谢天赐陪伴我成长。非常好。然后我再说说这个舞台吧。你说梦雅，她其实前半段她在描述一种情绪，这种情绪看起来很抽象，你可以把它理解成爱情，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牵挂的人。程琳是完成了这个抽象的具象化的表达，但是黄子把整个的这个情绪的这个基调定下来，我觉得这个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也证明了黄子在歌曲内容把握的理解的这种进步，这个是我看到非常欣喜的部分。总之，恭喜你们！谢谢老师，谢谢了。好，我们一起来期待待会儿的一个结果，好吗？好的，好呀，一会儿见，一会儿见，拜拜。接下来向梦雅发起挑战的音乐合伙人是，让我们欢迎张潮、顾新博，加油！10来年没录过音综了，你不刚开完演唱会吗？但是没有参加过音综嘛。我有10年没有上过舞台的时候，有一天做梦就梦见我又回到了当年，有很多人听你唱歌。当了演员那么多年，哎，好像就变得稍微的就没有了嘛。最近不是也刚开完了我那个个人演唱会嘛，然后又受到了音综的邀请，我就觉得，哎，好像现在还是可以在音乐上，然后多跟大家去见面了。因为我确实是出道到现在基本上没有唱过歌嘛，很紧张，但又很兴奋，因为本身真的是很喜欢音乐，但是对音乐又很自卑。刚签公司第1年，然后我们的老板正好结婚，请了好多唱片公司老板过来，突然说让我上台唱一首。我当时想，我的天哪，这一唱这么多唱片公司都要给我发唱片啊！一上台一唱，节奏没卡上，高音破音，从那次就开始对唱歌有心理阴影。我真的是因为上台很自卑，我专门买了一本书，叫《自卑与超越》，我才看到第5章，还没有超越自己，只自卑了。没关系，咱们就享受，好好享受音乐，就跟咱俩在 KTV 一个道理一样。我们平时真的没有机会唱歌，对我们2个每次其实，在 KTV 的时候就猛唱啊，就是好不容易唱一次歌猛唱。
但是天后这次是咱俩之前没唱过的。我嫉妒你的爱气势如虹，像个人气高举不下。在舞台上站着的时候，外表是放松，内心是澎湃的，就紧张，不知道为什么。嗓子还行吗？有点干，没关系，先听一干不行，你得你先唱歌，气息在下面沉下来，能沉下来，一上台气息就在这儿，然后嗓子就特别干，有点焦虑，跟我平时唱的就完全两个世界的感觉。但是我确实想挑战一下，要想做歌手，肯定要走出自己的舒适圈嘛。对，就轻轻舞。来吧，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唱歌，我想来看看我到底适不适合当歌手。我阔别了音综差不多10几年吧，那10几年后再次上音综，也希望可以用天赐声音这么好的舞台，让大家感受到其实付金博还是可以唱歌的。我的能量随时在线，每日鲜虫草，吃出好状态。终于找到借口，趁着醉意上心头，表达我所有感受。寂寞渐浓，沉默留在无知角落。你说的太少或太多，都会让人更惶恐。谁任由谁放纵，谁会先让出自由，最后一定总是我，双脚悬空，在你冷酷热情间游走，被侵占所有还要笑着接受。我嫉妒你的爱气势如虹，像个人气高举不下的天后。你要的不是我，而是一种虚荣，有人疼才显得多么出众。我陷入盲目狂恋的宽容，成全了你万种宠爱的天后。若爱只剩诱惑，只剩彼此忍受，别再互相折磨，因为我们都有错。推开苍白的手，推开苍白的厮守，管你用多么失措，别再叫我心软是最致命的脆弱。我明明都懂，却任凭死小丑。我嫉妒你的爱气势如虹，像个人气高举不下的天后。你要的不是我，而是一种虚荣，有人疼才显得多么出众。我陷入盲目狂恋的宽容，成全了你万种宠爱的天后。若爱只剩诱惑，只剩彼此忍受，别再互相折磨，因为我们都有错。如果有一天爱不再迷惑，自我去看清所有是非对错，直到那
你在我的心中，将不再被歌颂，将不再被歌颂，把你当作天后。不会再是我。姜潮给我们的印象，除了演戏演员，然后呢，给我们印象非常的开朗活泼，但是好像来到这好像有点拘谨。对，好像有点不太一样，不太是我们认识的姜潮。对我对唱歌其实蛮自卑，很紧张啊，有自卑情绪，真的，对，很有心理阴影。但是我又特别喜欢唱歌，很矛盾。要跟大家说哈，姜潮有多紧张，以及多重视咱们舞台哈，因为我们这段时间都在录影，他前3天就已经在这儿排练了。对，就趁着其他的音乐合伙人空档，他自己一个人就来这儿跟导演组申请说，只要有空就让我上去排。所以我觉得有这样的这份态度在里面，就已经足够说明一切了。节目为什么突然想着从演员今年要开始以歌手的身份这样做一个转变？我有音乐梦想，因为我出道的时候其实是歌手来的，然后那时候还是小明哥的师弟。对，很早，那很久远了，07年那会儿了。然后那个时候就有音乐梦想，但是这么多年，其实音乐梦想一直没有，甚至可能我觉得我这辈子都不会再唱歌了。就是在30岁左右那个阶段，我觉得要当好一个好演员啊，对，就不要再涉及另外的一个方向。你觉得这是冲突的，会分散你的精力？我觉得会，对。但是现在呢，就是像我跟亮哥参加了P4，然后又感觉，是不是可以在音乐的角度再玩一玩，这样子，然后没有太多的想法，就是想玩一玩音乐，对。好，2位功力还在，就是不会因为中间都在演戏，就把原本有的嗓音给丢失掉了。他们没有让我觉得今天的舞台有一种很生疏的感觉，反而我觉得他们非常的放得开，而且这首歌又这么的有难度，他们还可以做到这么好，所以一点都不业余，并且我觉得他们既是演员也是歌手。谢谢。接下来交给我们的建音团，首先邀请光光。本次表演的特殊之处在于，系统检测到2位嘉宾在音乐领域的曝光较少，相关词条更聚焦于其演员身份。作为演员，姜潮参演《小时代》，创下个人演员话题讨论度之最。之后为有现象级影视作品进入公众视野。付辛博的剧集热度多集中于搭档演员和整体阵容，检索近5年全网热搜记录，姜潮累计登上文娱热搜72次，65%以上热搜关键词绑定妻子麦迪娜。与此同时，公众对付辛博私人生活的关注度同样超过其他方面。这些数据表明，他们做过跨界这件事，但并未成为跨界歌手这一标签的代表人物。光光，放学别走。OK。好，谢谢光光。因为的确2位大多数的履历还是在演员这个部分，但是对歌手来讲的话，的确这些年你们鲜有成绩。但是今天我发现你们可能私下也在音乐上给了很多时间给音乐，所以今天在这个舞台上，我觉得你们首先没有怯场，把自己最大化、最好的一方面放在这个舞台上，你们还是今天带着歌手的状态来的。谢老师。其实因为这几年我就是退居幕后在做制作人，其实蛮多，尤其这2-3年，很多是演员开始唱歌，所有的演员到录音棚，第一句话千篇一律都一样，我没什么信心，我可能会唱不好。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有戏剧经验的歌手，总能够找出一些纯歌手不一样的一些声线。辛博那个长音拉了快要8个小节。我们都有错。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设计，我不知道是你自己想的吗？情到深处有点那个，但是那个剧我很喜欢，为什么？你就是说，很多时候专业歌手我们会知道说我要控制我的气，没办法拉到这么长的小节数，所以我就会收了。
但是我觉得，身为一个演员，你们已经被训练，在很多时刻，我必须要哭喊，我必须要喊出来，我要吼出来，那个真实的情感，反而是技术性的歌手他会克制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姜潮，然后还有辛博，就是把这个情感浓烈的这种唱法，要把它放在你的作品里，大胆的放进去，因为这些东西其实恰恰就是现在我认为流行音乐在工业化的状况之下最缺乏的那个元素，所以我从这个角度看，我很喜欢刚刚的演出，所以是恭喜你们挑战这个舞台，我认为非常成功。接下来有请剑鹰团现场合影。我觉得梦雅更好。中场时刻补一口东阳光鲜虫草，随时随地新鲜滋养。好的声音也需要好的能量支撑。经声音鉴赏团一致合议，本轮的待定金曲为梦雅。让我们恭喜梦雅，恭喜黄子和陈琳，也要谢谢二位，谢谢辛博，谢谢张超。接下来向梦雅这首歌发起挑战的音乐合伙人是，让我们掌声欢迎侯明昊、叮当，加油！我知道你很喜欢唱我的歌，是不是？我真的很喜欢唱，我小时候还翻唱过。你翻唱哪一首歌？猜不透。你会唱吗？如果忽远忽近的洒脱是你要的自由，那我宁愿回到一个人生活。好听耶，好听。这一次我带来的歌曲是阿令老师的《给我一个理由忘记》。这首歌其实我之前也了解了一下，是阿令老师的朋友的一段经历，就是因为一段经历丧失了自己的男朋友嘛，然后我觉得还是一段比较青涩，然后比较纯净美好那段情感。其实我觉得我作为一个男生吧，就是我看待感情的感情观，一直都是我觉得男生要承担那个更有安全感的一个角色，要温暖，要去包容所有的爱。因为原曲呢，其实它非常的撕心裂肺，也很痛的感觉。那我觉得，如果这个有男生角色的存在，这个男生应该是一个，很温暖的拖住这个女生的声音。我会更把它看作是一段用声音塑造的一段表演。你自己唱的那个地方啊，它有几个字是有一点点切分的，所以你那个把它唱出来就很好听。对，那几个，对，我觉得也许你可以看一看，就是让情绪可以再流动一点进来，然后到我再搭进来的时候，就一层一层一层把它堆叠上去，因为刚刚我会觉得就会有点硬。叮当老师算很大的那种女 vocal， 然后情感又非常饱满，然后我觉得对于我来讲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学习跟交流的机会。蛮期待的，希望通过我们的声音，可以能够带他们去流动那份内在的情感。雨都停了，这片天为什么呢？我还记得你说我们要快乐，深夜里的脚步声总是刺耳，害怕寂寞就让狂欢的城市被我关掉。只是哪怕周围再多人，感觉还是一个人。每当我笑了，心却狠狠地哭着。给我一个理由忘记那么爱我的你，给我一个理由放弃当时做的决定。
息，那最痛的距离，是你不在身边，却在我的心里。走在去过的每个地方，总会听到你那最自由的笑。当我回到一个人住的地方，最怕看到冬天你最爱穿的那件外套。只是哪怕周围再多人，感觉还是一个人。每当我笑了，心却狠狠地哭着。给我一个理由忘记那么爱我的你，给我一个理由放弃当时做的决定。有些爱越想抽离，却越更清晰，那最痛的距离，是你不在身边，却在我的是你不在，是你不在。我的心里。如果说阿令的版本，它是一个我觉得一个爱情，它没有圆一个告别。我想我们这个版本就是圆这个歌里面的男女主角正式的离别，正式的说再见。我们更多的是在一些情感的更深处，然后去寻找这个歌曲的位置，甚至是地理位置。对，比如说老师在哪里，然后我在哪里，然后这个情感该如何交流。我希望今天我们这一首歌可以成为让很多的朋友听完之后有一种，是你一直都在我心里，我会带着你的爱跟祝福继续走我该走的路。哇，这个舞台真的是就是看得非常非常的揪心。叮当今天的状态比我往常看到的舞台上特别，就是稳重的，你不知道心里有一股什么样的情绪在释放这首歌曲。然后明浩也是情绪也是非常非常的隐忍吧，然后在最后的这个结束的话，也是感觉到他们情绪上有很大的释放。反正这个舞台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哦，谢谢。给我一个理由忘记这首歌，也是我一直在歌单里会反复翻出来听的一首歌曲。
它真的很痛。今天2位老师的演绎让我更痛，非常非常的完美的一个舞台。谢谢。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各位建议团老师他们的建议，有请。想聊一下叮当哈，好久不见。对，感觉上一次见面看你的现场还是在第1季填词的时候，是不是？今年也第7年喽。对，没错。不明白想要的是什么，这么说你懂吗？你终于回来了。我一直都在啊。所以这就是问题，这就是我想接下来讲的一个问题。其实我看过那么多人的现场，那在我心里，叮当的现场应该是能排到前5的。在台上的那种高音的那种张力，然后在舞台上那种掌控力，我觉得非常厉害。但是我回头再想想，我说，但叮当为什么没有达到我心目中的那个红的状态？我一直都有在线，也一直都有做演唱会，然后也有发行专辑。然后我是因为有一阵子吧，我觉得就是那时候6、7年前。当时的我其实真的会有一点自我怀疑，我觉得我好像真的不太适合是待在演艺圈嘛。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又调整一个部分是，我记得我第一次那时候签唱片公司，我就希望我可以有一张自己的专辑。至今今年是我第19年出道了，所以这个初心从来都没有变过。所以此刻的我其实很丰盛。因为我的存在从来都不觉得说我一定要因为得到别人的肯定，我才觉得我有价值。对。但我特别想听到你关于音乐之间的绯闻，多让我听到一些，好吗？好啊，那请你9月来看我演唱会，就在上海。一定来。其实这个舞台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动态差的有点太大了。所有的催泪神曲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感情的浓度是逐渐加强的，一般是一个缓坡，而不是一个台阶。尤其是在当尾段你们做了一些特别大动态的处理，比如说突然从极大声压的地方到极静，然后又变得极大，最后又变得极静，这一下就把这个台阶呀变得特别的多，并且复杂，会让听众的感情很难连续。我们设定的2个人在一起的时间其实是18岁左右，就是最纯净的那份情感。所以为什么后面有一些撕心裂肺，或者说那么难以忘记，是因为就那份情感它足够的纯净，然后足够的美好。这首歌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说一对情侣2个人在学校里的爱情故事。男生常常会送女生回家，可是有一天女生就开始说，那我自己学开车，男生就不用每天送我回家了。那一天呢，就跟男朋友说，今天我想自己回家。然后男生就给他发了一句，好哦，那你路上小心。然后过了3天之后，这个男生就车祸离开了。所以他们俩就天人永隔了。所以当时我觉得，对于我们想要那个情绪比较浓烈的时候，只是想要呼喊他回来，我希望他可以回来，但是回不来了，所以那个情绪我们才要丢出去，而不是说只是一首慢慢的堆叠的情绪。所以我今天其实我在化妆的时候，我其实因为这6年，其实因为我也去读了那个心理学的硕士，我是可以能够感受到有很多的遗憾在那个地方，所以我只不过想要在台上帮那个女孩，只是想告诉她，只是想圆那个女孩的梦，就是虽然你已经不在了，但是我依然还爱你。只不过那种遗憾已经回不来了，对。所以我们刚刚在谈的时候，我一直都忍住那个女生的那种遗憾、跟愧疚、跟不知所措，因为2个人很相爱，可是到最后没有走到最后，所以我觉得那个女孩的心是很悲伤的。谢谢。接下来就要在2首歌之间选出本轮的
待定金曲。有请剑鹰团现场合影。我觉得梦雅更好。经声音鉴赏团一致合议，本轮的待定金曲为梦雅。让我们继续恭喜梦雅，再把掌声送给叮当，送给黄明昊。接下来向梦雅发起挑战的音乐合伙人是，让我们欢迎杨坤、高瑞，加油！我真的太荣幸了。我在读书时期的时候，有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听到老师的《空城》，被老师的那个嗓音就是一整个吸引。谢谢。真的，我不可能会想象到，我竟然今天是跟老师一起坐在这里。嗨，就更别说是能跟老师演出一首歌，我的天！其实我有一点点没有特别读懂这个副歌的那一句，旋转几轮变成我们深刻的指纹。我的理解是，这个旋转一直在这个里面纠缠，感情的纠缠，可能是经过3年或者5年或者10年的时间，后来2个人可能分开了，你一直在回忆，曾经有痛苦的，也有快乐的，反正交织在一起。我要非常克制的把感情放在心里面。但是你唱的可能就会稍微浓烈一点儿，年轻人对情感的这种探索的状态。哦，刚好这样，我就似痛非痛，挺好。哎，因为我对这首歌的理解就是纯痛。到了杨坤老师的年纪，他会觉得有一种释然，这首歌又多了一个感情。再加上我跟老师的音色虽然反差很大，但是又很互补，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碰撞是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个不一样的故事吧。成一对差点缘分，装成朋友少点天分，他人不是每个人都能。我们却承办糖果的天真，为了天真选择故事，因为争吵需要不诚恳。你也不承认自己会失衡，坚持着分寸，却又依赖着余温。旋转几轮变成我们深刻的指纹，深刻的指纹留在每个爱过的人心房里加温。爱过几番，恨过几轮，越仔细越疼。等了多久，忍过青春，却憎恨别人奋不顾身。抓紧了所谓的人生，追逐爱恨交换灵魂，选择自己满意的身份。我何苦又问你是否认真？之间的年轮是催促我们沉沦的映衬。旋转几轮变成我们深刻的指纹，留在每个爱过的人心
几轮变成我们深刻的指纹，留在每个爱过的人心房里加温。爱过几分，恨过几轮，越仔细越疼。等了多久，忍过青春，却憎恨别人奋不顾身。把热情掌声先送给回归天赐的杨坤。大家好，坤哥好。哎呀，这一季天赐终于看到你了啊，就来的有点晚，来的晚，但是好饭不怕晚。哎，坤哥回到我们天赐什么感受啊？开心吧，没有任何压力，看见老朋友，完了又唱着金曲，享受对吧？对，听你的歌也是享受。谢谢。高瑞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对感情呢可能会有一些很勇猛的状态，勇猛无前。我呢可能就是进进出出很多次了，完了以后我就需要克制一下在唱法，因为是一个年纪呀，包括对生活的阅历啊，云淡风轻的痛。高瑞是这种勇往无前的，不怕痛，就是恨，或者是那种刻骨铭心的爱，是那种感觉。坤哥也是我第一次在现场听，然后以前就是经常会听坤哥的歌，因为小的时候，不什么小的时候，不行，对，就经常会听坤哥的歌。用我们演员的话来讲，如果电视剧是一种感受的感动，那杨哥的嗓音就是属于那种电影的醇厚的质感，就是一下就润色了这首歌，让它更有故事性和感动性。这是我的感受。谢谢。这首歌我觉得它因为本身大家就很熟悉它的旋律，然后我也听过很多就是其他的朋友在可能其他的节目的一些合唱，这一场是最特别的一场。为什么呢？因为首先我觉得他们两个人的声音的特质既在这个歌里展现，但是同时呢其实很相融。我一直很喜欢坤哥嗓音里的故事的那种描述感，因为画面感会很强。坤哥他极具辨识度的这个嗓音，其实在你可能甚至没抬眼或者耳朵没张开的时候，他就攻击你的大脑。那其实像高瑞，他其实也有自己的一些味道，他的很多歌他作为开口嘛，我觉得一上来就可以奠定很多的一些这个基调，并且我认为这是我现场听过最好听的一个版本。谢谢。我听他俩的最厉害的地方是在于特别会隐忍。这种情歌不是唱出来就厉害，而是隐忍。我觉得法拉利就是法拉利，坤哥你太棒了，他还是那么会唱。高瑞，我第一次听他现场舞台，特别厉害。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就是最好的歌唱不是唱歌，其实是在讲故事。我觉得二位做到了，我特别享受。我从一个创作者跟制作人角度，高瑞今年几岁啊？不好意思，26。我觉得你的声音非常非常的好，声音的透亮度，还有在真假音的转换，到高音有几个盘旋的腔体的改变，我是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我认为它的成立，它有歌词、有旋律、有编曲，还有歌手的声线的适配度。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声音载体，但是作品有没有符合你的声线去打造？这个可能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你的声音我是非常非常喜欢的，在25岁我们应该就属于00后，我觉得你可以排上前面的，排到前3的。谢谢老师的认可，加油！此刻在2首歌之间选出本轮的待定金曲，有请剑鹰团现场合影。我觉得梦雅更好。金鹰声音鉴赏团一致合议，我宣布本轮的待定金曲为梦雅。然后继续恭喜梦雅，也要谢谢杨坤，谢谢高瑞，稍作休息。
接下来向梦雅继续发起挑战的音乐合伙人是，让我们欢迎黄晓明、刘雨昕，加油！小明哥，这边乐手老师都在这块儿。所以我们唱歌是他们伴奏，是吧？对，然后在这两边我们出场，然后我们最后在这中间调度就好了。我自己也很喜欢唱歌，最近也录了几首歌，所以节目组来问的时候，我想了一下，我觉得玩一下也还是可以的。清脆伞找到了吗？啊，小明哥，清脆伞，你试一下，但有点冲。只是没想到这次感冒了，哎，这有点懊恼，但是也没办法。空白格在我的舒适区，是一首大抒情的歌，是我比较喜欢的。也许你不是我的，爱你却又该割舍。空白格是它表达的非常含蓄，人生很多地方是需要留白的，然后也不是得到就才是完美的。我最喜欢的是这首歌的克制跟隐忍，因为我在生活当中也不喜欢把很多话说得很直白，所以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很能理解这种口吻跟情感。分享不想我就是和声老找不着调。和声，因为每次其实，在节目里和声都挺难的。我因为两个人唱和声部分需要转调，因为女生高，所以我要突然低8度去唱那个调的话，我其实很难找。我毕竟不是专业歌手，你让我找这个调很难。确实转 key 不好抓，以后回去我陪小明哥练，没问题的。试一下啊，就是一样的音，只是它可能 key 比之前高。我试试，我又怕我又转不回来了。好，我们之间留了太多空白格，唱这个。留了太多空白格，也许你不是我的。继续。雨欣也非常的 nice， 教我唱歌，而且很耐心。小明哥非常敬业，因为我没看到的时间，他从早练到晚。毕竟不是专业的，所以反复都在练这个。那我们后台还可以再唱2遍，是吗？当然，我们可以试音。小明哥是吗？欢迎来到天赐，小明哥。我过来学习的。王铮亮是我小兄弟，就想学习一下。亮亮让我放松了一点，还是给了我一些信心的。哇，你这唱完了，我都不敢唱了。没，我们那个歌本来就是比较撕心裂肺，有点夸张。我这2天感冒了，就是越要现场唱歌的时候越感冒。有痰的话一定要把要咳出来，最好是给它嗝出来，不是那种咳。明白。就是这样。对。好，我加油。分开或许是选择。做一件事情就是要认真去做，克服困难也得上。我还是比较要强的，可能我根儿上是一个特别不服输的人吧，尽力而为。希望这首歌能够让更多的人听到吧。其实很简单，其实很自然，两个人的爱要2人分担。其实并不难，是你太悲观，隔着一道墙不跟谁分享，不想让你为难，你不再需要给我个答案。我想你是爱我的，我猜你也舍不得，但是怎么说，总觉得我们之间留了太多空白
其实很简单，其实很自然，两个人的爱由两人分担，其实并不难，是你太悲观，隔着一道墙，不跟谁分享，不想让你为难，你不再需要给我个答案。我想你是爱我的，我猜你也舍不得，但是怎么说，总觉得我们之间留了太多空白格。也许你不是我的，爱你却又该割舍，分开或许是选择，但它也可能是我们的缘分。我想你是爱我的，我猜你也舍不得，但是怎么说，总觉得我们之间留了太多空白格。也许你不是我的，爱你却又该割舍，分开或许是选择，但它也可能是我们的缘分。真好，对呀，真的好，真的好，真的好。特别欢迎黄晓明第一次来到我们天赐的声音。其实我看过很多次，因为这个节目很火啊，尤其他的那个 cut 啊，在这个网络上传播很火。之前我正好不是要唱那个《街角单晚风》的这个普通话版本吗？我刚好看到宗盛熙唱的那个版本，然后再加上又看到我的好朋友小岳岳唱那首可爱的歌，对，然后所以就还蛮喜欢这个节目的。雨欣跟小明哥搭档什么感受？小明哥唱完让我有更多的安全感，因为小明哥我们在彩排的时候，虽然我们刚开始没有之前一起练过，但是第一声出来就非常的稳，所以我特别希望现场的观众可以给小明哥一点掌声。对。那你看第一个合作舞台跟雨欣，然后选择空白格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的嗓音可能更适合这首歌，对，因为我日常唱杨宗纬的、唱严仁中的、唱薛之谦的歌比较多一点，所以我跟他们的声带的声域、声色比较接近一点，所以也很感谢雨欣跟我一起完成了这首歌。而且在这个里面，我们听到小明哥有大段的这个和声哈，其实和声挺难的。太难了，对于我来说。哦，那你是怎么去学习的吗？还是说我就是这2天，昨天发烧了，我在医院还在哼这首歌，就怕不会。然后也多靠雨欣一直在不停地拽着我，跟我说：“哥，咱们再练练，再练练。”对，就尽量练嘛，就练了好多遍。这边满意吗？舞台上的呈现的这边，我觉得和声是我相对唱的最好的一次。对。刚刚咱们小明哥提到《街角的晚风》，他有自己的普通话版本，大家想不想现场听一听？哦，好，先声明我今天嗓子真的不太行啊，我是比较努着劲儿唱的啊。街角的晚风，吹散了霓虹，为何 love is gone gone gone， 消散在茫茫人海中，反方向的钟，换不回心动。Just leave me alone, alone, alone， 困在名为回忆的牢笼。小明哥好听哎，刚才有种开演唱会的感觉。没有，瞎唱，我纯属于业余凑热闹。小明哥可以跟我们讲一讲你跟音乐的一些渊源和故事吗？
这个我第一张专辑就是我们郝老师，对我第一张专辑就是在那个新加坡，李世松、李伟松老师帮我录的歌，然后当时就是郝雷老师就是制作人，一开始的歌里边的和声都是郝老师帮我唱的。这张专辑的名字叫 Ace 明，小明哥的首张专辑。看到小明哥在台上站着就很感慨。其实小明哥那个时候这张专辑有非常多的出圈的作品，但是他那个时候讲实话，他实在太红了，红到没有时间做宣传，所以那张专辑其实有很多遗珠，大家可以找来听一听，真的非常好。然后跟小明哥合作，小明哥那个时候每天都在练习英文，每天都在练。然后那个时候他随身会带2个教练，一个是健身教练，一个是英语的老师，每天跟着他，然后随时的去学习。那个时候对于一个年幼的来讲，我觉得还是影响非常非常大的。我觉得在天赐这个舞台上，我觉得跟小明哥又再续前缘，我们找机会还要再合作，好不好？谢谢，谢谢郝老师。小明哥，说实话啊，我内心一直觉得有一些禁忌的词儿是在你面前不能提的。脑胎套，你已经跨过那个坎儿，忘记那个事儿了是吗？脑胎头，我早就跨过了，只是很多网友还没跨过呢。对，包括我自己。但你刚才这么轻松的讲出来，我觉得哇，好美好。没有啦，人生无非就是跟别人和解，跟世界和解，再跟自己和解吧。哇！那个时候录歌，大家都希望你录，完了唱了这首歌，我说我唱不上去啊，然后录音师说没事，小明哥你唱，然后就这样唱上去了，然后最后录音师说好，真好，我说好吗？你知道当时所有人都不会跟我说相反的话，你知道，所以我就以为还可以，最后就出了这么一个事儿，所以大家一是嘲笑我唱歌，二是嘲笑我英文不好。我因为英文不好，我立刻就接了一个电影叫《中国合伙人》，我去演了英文老师，然后最后那个戏让我拿了最佳男演员。你看，就是这么倔强。当时接这个戏的时候，有很多人是反对的，怕又被人说起那个事儿。但是我觉得我做到了，我内心的那种不服输和倔强吧。确实啊，人生的道路很长哈，无论在什么阶段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坎儿。所以坤哥，你面对别人的一些所谓的嘲笑、讽刺、不理解，你是如何去克服和战胜的？我首先我暂时克服不了，我难过2天啊，我这给自己的期限就2天。那2天是内耗的，那2天是太难受了。你作为一个在别人眼里面不会出错的人，在你自己的行业里面突然犯了一个这么低级的错误，完全原谅不了自己，就完全是，哎呦，就是天都塌下来的感觉。但是转念又想了一下，其实你要对自己发生的这个事情要负责啊，你怎么去在今后所有的这个时间里面去改正，并且让它从此没有办法出现这种低级的错误。所以我觉得人生还是很长嘛，毕竟我们才50几岁，我的努力我要唱到80岁嘛，对吧？说到这首歌里面，我觉得他们2个首先把那个让字啊，不想让你为难。小明哥的那个让是那种流畅中带着撕裂，但是我觉得雨欣是反过来的，他唱这个让字的时候，他就是立即把声音的状态冲出来的，才让最后的这个完美的爆发的这种情感成立。所以今天这个舞台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完美，我非常非常的喜欢。谢谢真亮哥。雨欣为什么今天一开口有女坤哥的感觉？就是我觉得那个情感的浓度，还有一些使用的方式，其实我会觉得跟我上一次听到的舞台很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跟这首歌的适配度非常的高。然后小明哥是太强了，其实您不说今天您的身体的状况，我是完全听不出来嗓子有任何的问题，而且语感非常非常的好。小明哥是在唱歌词，就是在说故事，所以真的很厉害。这个舞台我很喜欢。
谢谢各位。接下来我们邀请剑鹰团小明哥，您在台上一直说一句话，您说你是业余歌手，唱着玩的。然后我想和你说一件事，就是你有很多专业歌手都没有的一个天赋，您知道是什么吗？什么？辨识度。哦，你的嗓音一出来，就是大家就会记住。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天赋，然后以后多唱，爱听。谢谢，哎呀，好感动啊！雨欣，你的嗓音在一个频段里有一个特别磁性的那个点。慢歌，我没想到你唱的这么好，所以我想给你个建议，你应该发一张全是慢歌的专辑，一定会火，一定会大卖，好吧？谢谢老师，正有这个想法，谢谢老师。这一首《空白格》和梦雅之间选出本轮的待定金曲，有请剑鹰团现场合影。我觉得梦雅更好。你讨论那么久。透心凉，心飞扬，活出你的爽，雪碧酷爽时刻。喝雪碧做个爽人吧！下面有请声音鉴赏团代表公布合议结果。经声音鉴赏团我们一致的合议，本轮的待定金曲是梦雅。让我们继续恭喜梦雅，也要谢谢小明哥和雨欣给我们带来莫大的惊喜。节目联合微博在天赐的声音微博超话发起了天赐小卡欧神集合乐集卡活动，歌手自画像未公开小卡等你抽取，集齐所有卡面就有机会抽取实体自画像，期待你成为天赐的欧神。接下来继续向梦雅发起挑战的音乐合伙人是，让我们欢迎姚小棠、张新克，加油！这是我跟新特第4合作。没错，这个舞台我期待了很久，然后也梦想了很久。虽然我觉得自己做好准备了，但是我还是会稍微紧张一点。那我们这首歌唱的是《呼吸决定》。我记得我2020年的时候发过一个小视频，哦，唱过这首歌。怎么那么歪？在两天就相爱。我觉得这首歌在讲一个暧昧的故事。对，这首歌有一个男生加入会更加的具体啊。对，可以把这个暧昧的这种具象化了。就是他有他的角色，然后我有我的角色，我觉得这就搭配的还挺好的。是。跟小棠姐一起设计了一些小小的小巧思，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就可能我去搭讪的，我觉得还蛮有画面的吧。那我作为姐姐，我觉得我应该是那种看她，其实我自己心里很来气，但是我不能表现得我很生气，我必须表现得我特别不在意。我觉得这种暧昧的拉扯的这种感觉其实就出来了，蛮期待的。希望各位台下的朋友们会喜欢这首歌，我也会尽可能的把它给驾驭好。挑战天赐舞台必须脑体状态全开，懂配方的妈妈选君乐宝，配方全面，脑体双优。下面进入高能竞演时刻。
丑事都说出来，哦，才会听你表白，听你说你是真的喜欢我，真的想谈恋爱了，那就让情绪决定，听呼吸频率，跟感觉旅行，大不了不谈感情 ，Just do what I'm supposed to do， 你也不用再演戏，怪我不爱你，是你的决定，每句话在我心里，清清楚楚地说你想离去。今天有没有恋爱？是否谈了又甩？还说难遇真爱，我要你现在把丑事都说出来，哦，才会听你表白，听你说你是真的喜欢我，真的想谈恋爱了，那就让情绪决定，听呼吸频率，跟感觉旅行，大不了不谈感情 ，Just do what I'm supposed to do， 你也不用再演戏，怪我不爱你，是你的决定，每句话在我心里，清清楚楚地说你想离去。好，我们把掌声送给小唐，送给辛特。其实我特别紧张，因为这也是我梦想了很久的舞台。我觉得能来到这里真的是我非常大的荣幸，然后也可以见到这么多前辈老师唱这么好听的歌曲，我觉得这是我非常幸运的事情。跟小唐合作下来什么感受？我觉得姐姐非常照顾我，就是可能因为我的经验很不足，所以姐会跟我说一些就不要紧张，冷静，稳住，别慌，兄弟啊，对。张新特紧张，对，真的特别紧张。在上一个节目很长一段时间跟新特相处过，他其实是一个很闹挺的一个男孩。他刚刚其实真的在下面很紧张，他说啊，是不是快到我们了？是不是快？然后我那个椅子啊，就一直在咚咚咚。一些小动作老多了。哦，那沙发弹的啊。对，一直在弹沙发，是不是很闹挺？一抽一抽的，对。然后大家又很可爱。那这首合作曲目上，它的改编的点在于哪里？因为原唱是乐团嘛，然后是一个女生一直在唱，然后我们这版其实加了一个男生，我觉得那种对话的感觉更多了。然后他是有他的角色的，来，你讲讲你的角色。我是一个怎么样个角色？就大家你们其实就能碰到那种走到你街边，嗨，今天有没有谈恋爱？今天有没有谈恋爱？这种你见到你也会很头疼，对不对？其实我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角色，但是我又得把它给收住，不能太释放，我怕吓到姐。我觉得辛特，你这个虽然说紧张啊，但是你在台上的时候可一点不紧张啊，还有小剧情的演绎呀那些。装的。
我觉得就是小青年的这个，有这种小情小爱的、很甜蜜的，或者是说有一些隐隐的有暗恋呀，有一些就是那种感觉，在这个舞台上就是很温馨，然后就是让这个歌非常非常舒服的进行下去，所以是个非常非常好的作品，非常 chill 的作品，非常 nice。哇，小唐唱的让我忘记了原唱。哦，谢谢。太入麦了，就是你的第一声出来之后。那个入麦的感觉，就会让别人听下去。最打动我的一点是，这首歌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人歌合一。就是他有的情歌是欢喜的、甜蜜，享受那种爱情的甜蜜；有的是在爱情当中的悲痛。那么他们刚才的那个演绎，让你就想谈一场恋爱，这种感觉特别棒。谢谢。我看过这么多年轻音乐人的天赐初舞台了，辛特你是表现最好的一个。来，我们给点掌声的鼓励给到辛特。我觉得这首歌你完全在角色里唱得很投入，然后把这个感情表达出来了。我想说说小唐，我觉得，这首歌可能会折射出你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太沉迷于你习惯的、你被人喜欢的那种声音塑造里了。适合你歌路的歌，比如说跟宗纬的歌，或者是跟甄姐的歌，本来在你的那个声线里的那种东西，你都能表达特别好。但是真正能够打破你平时唱这种，我们说把这个歌唱得非常准、特别好的东西，这样的东西在天赐这么多届了，其实一个都没看到。这个舞台又一次说明了这个问题。辛特唱得很沉浸，它是一种带着一点媚，而不是像你一样去塑造一个干净的一个空灵的音色，全在这儿了，这个声音完全不入戏。这样的音乐看起来没有那么高的难度，你却表达不了。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是，我觉得作为朋友我要点你一下的问题。这种东西我觉得是你表达的一个弱项，它真的会限制你的音乐的广度。但是如果永远在这个水平去左右摇摆的话，很难走向下一个高度。我要说一下，我觉得每一个歌手都有擅长的一个歌曲的曲风。在这之前，我觉得我已经唱了太多的拔辣情歌了，所以我其实这2期为什么会觉得想尝试这种歌曲，所以我有一直在努力的去精进自己，然后包括这首歌，我觉得我尽力了，对，我会或许未来我觉得会更好，在被您锐评之后，然后我会更多的进步，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过程，我需要这个过程，如果没有这个过程，我这一类的歌曲永远不会唱好。对，小唐，我觉得要抓紧了。因为这是你来天赐的第几年？第3年吧。长期的是第3年。长期的应该是第3年了。第3年的话，应该我们说超过30个舞台。我会觉得，就是在往前走的道路上，去塑造新的音乐角色，去适应新的音乐风格，像你当年去跟黄子唱那个歌一样，那样的舞台的魅力能让人记住。谢谢老师，我会努力的。其实刚才在跟那个梁老师在讨论的问题，其实就好像说，我们其实作为这个行业里面的幕后，但是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好的苗子啊，就会有一种格外的那种疼惜。那小唐是就被我们格外疼惜的那个人，因为他不管是从形象、演唱，包括舞台的张力各方面，音准就是好到不得了。对小唐真的非常偏爱，所以就会对他的要求是格外高的。因为在我们看来，其实小唐在华语乐坛应该有个更高的可能性。因为小唐，你是有这个能力的。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他现在没这能力。就是我刚才说这番话，不是说要鼓励你或者是什么。那个目标我跟郝林老师认同的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希望你真的到 top， 但是我们横向比 top 的那些跟你差不多年纪的女生，她们所能掌握的风格，然后演唱方式，包括一个歌手武器库里的武器和技能，
你可能是在一个方面做到顶尖的，比如说唱抒情这些干净的东西，但是我觉得论全面，你远远没有达到。但是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代，真想走上那个 top， 一定要全面。我几乎没有看到任何一个真正走上 top 的这些女生里面是不全面的，不能掌握2到3种的这种风格，因为风格这个东西变得太快了。空心这样的歌，可能你现在又唱不了。就是在我看，这就是能力的缺失。我们刚才在讨论一个问题的时候，有一种非常悲观的看法，就是小唐，你如果这么唱下去，我特别怕你沦为某个 HiFi 女生的方向，就这么走下去了。那样的话就真的走窄了。我会觉得好的声音是你能够仰仗的东西，是上天给你的礼物。但是突破好的声音，去掌握更全面的东西，是你现在急切要做的。特别希望在以后能看到你能走上一个大的台阶儿，把你的演唱会开到体育场去。好，谢谢老师。好了，接下来要在2首歌之间选出本轮的待定金曲，分别是梦雅和呼吸决定。到底如何决定呢？交给我们剑音团现场合影。我觉得梦雅更好。经声音鉴赏团一致合议，我宣布本轮的待定金曲为杨丞琳、黄子弘凡、梦雅。让我们继续恭喜梦雅，也要谢谢辛特，谢谢小唐，稍作休息。谢谢。他们不安慰我还好，他们安慰我，我就不行了。我没事没事。没有，他们安慰我，我就不行了。谢谢。别听。我听了本身就很好，而且我觉得开头那个进的很有 lay back 的感觉啊，它本身就 R&B 不就是这样吗？R&B 本身就是这样子。小唐你很好，小唐。对哦，没有，对不起，我刚刚都在反思我自己。但在我们的角度，我们肯定觉得小唐他做的非常好，他也没有问题，但是他可以反思，没错，因为这么优秀的人不代表他不能反思。小唐，我突然想起来，最近放的那个《功夫女足》嘛，对吧？也是用反的方式去激自己的那个女队员们，希望她们可以变得更好，就是要打碎你的舒适圈。所以我觉得，可能梁老师的苦心是在于这个地方吧。所以我觉得你不用难过，因为人生这种事情会经历很多的，但只会让你越来越优秀而已。这是我参加天赐声音的第5年吧。刚才对于小唐的这些所有话，我觉得以我跟小唐的交情，这些话我说最合适。小唐第一次跟我见面的时候，那个时候没人认识他是谁，然后他就一首一首歌在这个舞台上唱到了今天。我很少批评小唐的舞台，你们要知道，做一个批评意见的人很难，因为没有人不会做好人，没有人不会端水。
我特别理解小唐的感受，可能正是因为我们的关系熟，我们走过这么多年，所以他才会有这么激动的情绪。我在批评小唐，我心里也很难受，但是这些话说吗？当你们能听出这些问题的时候，你们选择说吗？我只不过是选择了说。我觉得虽然我也很同情小唐，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舞台上，在我们这个规则之下，我们都在完成自己的工作。谢谢，我们也把掌声送给在场的每一位，因为你们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到极致，每句话都很中肯中听。但是其实我们在这个舞台上彼此是尊重的，从来没有一句发言是发自恶意的。我们每个人带着善意，并不是每个人都完全理解，但是我们身在其中的人能够明白。好，谢谢。接下来向梦雅发起挑战的音乐合伙人是，让我们掌声有请王铮亮、光泽，加油！好了，非常欢迎我的好朋友光泽来到了天赐的声音。Hello， 大家好，我是光泽。哎，这个是你第一次来天赐的声音是吧？对，我第一次来天赐的声音，而且是我人生中音综的首秀。哦，你知不知道你的作品前段时间在我们的天赐声音大火、爆火、巨火？爱就像一种谜一样，没有任何方法能阻挡。哇，真的，我看到了，我自己特别开心。第一次来特别激动，因为我觉得我都是在沉浸在音乐当中，那我没有跟观众去近距离的分享音乐。那么这个舞台我太喜欢了，我太爱了，因为我可以真正的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活生生的表演，一个活生生的音乐给大家了。为什么冲突的我爱得很值得，千疮百孔还觉得。这首歌其实写的就是在爱情里面被抛弃的，但是自己还是在幻想着抓住它，或者是说在觉得我的爱可能你还是会感受到。没错。这首歌曲听感很轻松，其实当一个男生他去唱这个歌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哇，怎么已经在我的换声点里面了，所以唱他的原调的话，声音会感觉会非常非常的不适应，也是第一次唱，需要转气里面进入这种情感的磨合，对我来说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间奏看彼此，然后就换位。特别谢谢亮哥，像一个好哥哥一样带着我，我也想通过天赐的舞台，不但是歌呈现给大家，而且我这个人也能呈现给大家，希望大家都喜欢。只有在你醉了的夜里，我才可以抛开了犹豫，转到这真身拥抱你。只要是你久久的讯息，多晚多远都死命赶去，哄你的伤心都风到黎明。你说他努力圆你，表示他仍旧爱你。一个最可悲的人，有可怜的心，还有最可笑的逻辑。迷信坚持有意义，才会被错爱统计。我这疯狂的傻子，有什么权利骂你不聪明？为什么冲突的我爱得很值得，千疮百孔还觉得快乐？你的依赖竟比你的关怀更疗愈我寂寞。致命的中毒的我，害怕
像配角，终于赢得感动变英雄，忘了太天真是个梦。你说他努力骗你，表示他仍然爱你。一个最可悲的人，有可怜的心，还有最可笑的逻辑。明星间只有意义，间只有意义，才会被错来同情。我这疯狂的傻子，有什么权利骂你不聪明？为什么中毒的我还大喊值得，千疮百孔还觉得快乐？你的依赖竟比你的关怀更疗愈我寂寞。生命的中毒的我还抱着美梦，幻想配角终于赢得感动变英雄，怎么背负你也不痛。为什么中毒的我爱大喊值得，千疮百孔还觉得快乐？你的依赖竟比你的关怀更疗愈我寂寞。生命的中毒的我还抱着美梦，幻想配角终于赢得感动变英雄，忘了太天真是噩梦。谢谢。这是光泽第一次来到天赐的声音。今天这首歌叫《中毒》哈，这首歌本身的作曲、编曲、原唱也是光泽。哇，歌写的真好。中了毒，上了瘾，空了心。原来是一个3部曲。3部曲，我的光泽悲伤3部曲。所以今天小亮哥跟光泽一起合作的这首歌，你好像还沉浸其中，就有点还没走出来。但是就是的确，中毒这首歌曲是一首非常好的歌曲。其实我们也有在考虑一个怎么样的形式来把这首歌表达给大家。最后我们确定了一个还是更走心的质朴的一个方式，完成这样的一种心灵的沟通吧。我们来看看各位音乐合伙人你们的感受。坤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个歌的旋律，包括两位同是职业歌手又同是制作人2位，他们除了唱的交融在一起之外，还有一种超过旋律之外的音乐性的东西，那个是可能普通歌手不具备的。好，谢谢坤哥，谢谢坤哥。我真的觉得光泽老师你要多写歌，因为我很喜欢你歌曲的旋律，而且很有你自己的味道。会的，我继续。对，然后亮哥就不用讲，就是怎么有办法，总是可以唱得亮而不尖。对，就是真的王真亮。亮哥每一次唱高难度的歌的时候，我都觉得他的声音会让我觉得是有舒适度的高音，这一点非常非常的厉害。所以真的亮哥我永远是你的头号粉丝。谢谢陈琳，谢谢。稍作休息，因为接下来到了我们天赐的声音天赐盲盒环节，让我们有请盲盒歌手登场。
管它自己长大。阳光晒着不曾复杂，就这么带着呀。风掠过墙沿，玻璃像漫过肩，悄悄绕过圈，落在我手边。有人会情债我，珍藏我，风干我，一路我，带着我飘到世界的尽头。有人会问过我，忘了我，抛弃我，放下我，风掠过四季的角落。Hello， 大家好，我是向瑞贤。朵朵是我自己词曲的歌，继第二地之后的第2首。对，现在是准大3学生了。所以你大学学的专业是跟音乐有关吗？我就是流行演唱啊，就是流行演唱。对，就是我的创作纯是自己哼出来的。哦，我是属于哼唱派的。哎呦，其实，在第二地之后，我有进入到一个创作瓶颈区，没有那个灵感。但是呢，我爸突然在相亲相爱一家人那个家庭群里面分享了一张照片，是一个墙角开了一朵很漂亮，但是也很平凡的一朵花。我觉得，哎，好像我，就是之前都在潜心的学习，还有唱歌这些，然后突然因为一首歌就绽放，被大家看到了，就觉得跟我自己好像，然后也想鼓励大家，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朵含苞待放的花骨朵，这首歌曲也写得很有意思，跟传统的那种传统的流行歌曲的走法有些不一样，也很多了一些哼鸣的一些唱法，是一个自己有设计感的，然后不一样的一个原创作品，我非常喜欢。谢谢。所以我想问你接下来的规划和打算呢？今天已经来到天赐的这个舞台，也是多出歌，然后多争取跟大家见面的机会。好的，好，再次感谢瑞贤来到我们天赐的声音，下次再见喽！再见，下次再见，拜拜，祝福你。接下来到了我们本期最为紧张和关键的时刻，交给我们剑音团，请现场合艺，在梦雅和中毒2选其1，成为本期的推荐金曲。我觉得梦雅更好。经声音鉴赏团一致合议，本期推荐金曲是梦雅。让我们恭喜梦雅，有请彭子和陈琳来到舞台。接下来，请接受东阳锅鲜虫草3重荣耀加冕。日照金山礼盒致敬天赐之声。金色唱片刻录永恒天赐之声。以及这枚内置了原声高光片段的鲜生荣耀 AI 勋章，正如我们的东阳光鲜虫草一样，锁住每一份鲜活营养。这一刻的高光也将被我们永远珍藏。荣耀定格，掌声送给2位。就像我们本期节目一样，有笑容，有泪水，有交锋，甚至有争吵，但是没有关系，一切源于我们对于音乐的热爱。让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欢迎收看浙江卫视大型励志音乐节目《天赐的声音》第7季。哇，夹得好辛苦。真的像2个童声合唱团，特别像贺米在唱《Bad Guy》。你还别说，这发型还挺像哎。你太会跳了吧，陈姐，扮猪吃老虎。哎呦！